今天我们聊双鱼玉佩，探寻彭加木失踪的真相。说起双鱼玉佩是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灵异事件。有人说彭加木是对罗布泊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超时代的遗址，并且获得了一枚双鱼玉佩。因为触发玉佩上的上古灵气，所以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还是老规矩，听完故事来我主页粉丝群领取一份易经的课程和笔记。首先我们要知道双鱼玉佩是什么呢？叫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外形，而是因为研究人员在用一条鱼做实验的时候发现了它的功能。只要玉佩发生作用，一条完全相同的鱼就会被马上复制出来。科学家们为了证实这两条鱼之间存在的关系，在原始的鱼的侧身做了一个标记，然后复制的那条鱼在7个小时后侧身也出现了这个标记，只不过是相反的位置。随后科学家们又对其中一条鱼注射了药物，这条鱼很快就死了。但却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情，剩下的那条鱼还活着，但是过了7个小时以后，剩下的那条鱼也死了。于是就证明这两条鱼其实仍然是同一条鱼，只是经过玉佩的特殊功能，呈现出了两条处在不同时空状态下的鱼。然后我们再来看罗布泊这个地方，在4000到3500年前，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有一个楼兰古国。传说有一些上古的神族，他们就隐藏在这个楼兰国当中，他们与西藏相关，就居住在地下。据说罗布泊的地下深渊让他们与地下世界和人间世界相互的穿梭。后来到了2300年前，楼兰人被肉质人给征服了，他们不仅让楼兰人让出了丝绸之路最大经销商这个位置，还想让楼兰人说出有关上古神族一切的事情。这时的楼兰人誓死要守护这个秘密，把与地下神族的沟通就给断绝了。时间一下子过去了100年以后，肉质人被比他们还要恐怖的匈奴人给打败了。匈奴人为了得到这些上古神族的秘密，不惜毁掉整个楼兰。楼兰人中有不少反对者，不想让楼兰的文明就这样被抹去，于是他们向匈奴的敌人汉朝的使者傅介子求援，条件就是用上古秘密作为交换。公元前77年，傅介子用计斩杀了楼兰王。最终汉朝得到了上古神族的秘密，然后他们从4面攻打匈奴，自此匈奴也逃到了东欧。之后很快大汉就被新莽篡位了，我们之后会说到这个王莽。又过了450年，这个时候罗布泊已经快速的干枯，之前的秘密都已经被掩埋在风沙之中，但是还有留下很多传说。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了1957年到1962年之间，有很多大胆的青年又听说曾经的这个传说，想去淘一些古物，但是去过的人很多回来之后都变得很不正常，疯疯癫癫。谁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去了罗布泊他具体发生了什么，去的时候1个人，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2个人，而且是一模一样的2个人，但是这2个人的内脏和生理结构竟然完全都是相反的。他们的行为举止非常怪异，见人就咬，被咬的人不久之后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和丧尸很像。这也就是罗布泊镜像人的传说。当时有人对这些青年带回来的一些拓片和一些上古装饰品的碎片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是当时局势动荡，文革爆发，证据陷入瘫痪，这个调查也被搁浅了。但是罗布泊它究竟有多大的魅力呢？在中国重新走向正轨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组织科考队进入罗布泊，去重新寻找楼兰人留下的那里的上古秘密。而这支科考队正是彭加木团队。我们下期再见。听完故事不要忘记来主页粉丝群领取易经玄学的课程和笔记。